全集中。災いの呼吸。一の型。戦撃。是的，这个影片就是要来介绍刚刚的闪击。首先，我们先从触发突击的机制开始说明。触发突击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一般所知的完美回避。完美回避的触发方法就是攻击判定接近0克时回避跳，而回避跳指的是 ZL 按着时向左右后跳的跳跃。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回避跳中触发达尔克尔守护，也就是所谓的达尔克尔突击，旧名称为强制子弹时间。另外，触发无盾反或乌鲁波萨后的突击牵扯到 ZL 重置目标，在此就不细谈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参考番外04和番外22。这个影片会把重点放在初学者也知道的完美回避上，但完美回避触发的突击终究是被动的，那它有没有办法跟达尔克尔突击用炸弹一样主动触发呢？2020 2月11 Gold Heart Odyssey 玩家意外主动触发突击判定，其方法就是回避跳时在空中同时按下 ZR 加 Y， 这个动作会成功让空中拉弓的子弹时间落地转换成突击的子弹时间。由于空中子弹时间只需要高低差，因此可以搭配盾挡重置来进行二段跳。如果没有拔武器，会直接落地，连打 Y 就可以触发突击。若有拔武器，就必须按 B 或 R 来取消空中子弹时间来突击，因此途中还可以射几箭后再突击。到这边，玩家可能也注意到了，为什么有时候会原地突击，有时候会追击。2月11同一天，斯拉斯拉等等我们在 Hideout Dojo 的玩家共同讨论出稳定触发追击的方法。事实上，玩家只要曾经一度在可完美回避的时机，并未触发完美回避或盾反，就会在攻击来源上标记一次追击。以希诺克斯为例，希诺克斯垂这一下，在这个范围内都能完美回避。若玩家并没有在该范围触发完美回避或盾反，就会在该攻击来源上标记闪击的追击对象。这个概念和火影忍者的依赖性很像，玩家也可以想成闪击是飞雷神闪击的缩写。再来看几个可完美回避范围的例子，被攻击也算满足完美回避范围内的条件。系统判定相当于你在可回避范围内放弃执行完美回避，因此会对金色波克布林进行追击标记的动作。盾挡也是满足条件的行为。当然，直接躲开攻击进入完美回避范围是最无消耗的。很有趣的是，追击标记对 NPC 也有效。另外，不手持武器的闪击，该速度的冲撞力会造成8到12的伤害，是不消耗耐久的。可以看到，现在人马血量3828。闪击后血量变成3820，无武器闪击造成了8伤害。当玩家了解原理后，就可以好好利用闪击来修一波了。另外，闪击有时也有误穿的功能，可以看到波克布林架盾还是被砍。这也可以用在雷咒上哦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